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台装置了 AMD 锐刃7 6800H 的，同样能够畅玩 1080P 游戏的迷你小主机 Blink 零克 S126 Pro。Blink 零克 S126 Pro 这个型号装置了 AMD 标压 H 系列移动 CPU 锐刃7 6800H， 内置 AMD 最强核显 Radeon 680M， 双通道 DDR5 内存 4800兆赫兹，双 HDMI 加 USB 4.0 3屏显示输出， 2.5G 千兆网卡加 WiFi 6E， 而且还有 PCIe 4.0 的 NVMe SSD。 打开来看一下，这就是主机116×113×42，刚好 0.6 升的体积。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里了，电源线、短 HDMI 线缆、长 HDMI 线缆、显示器背架和螺丝、说明书，一块可更换的防水抓绒顶盖。最重要的就是这电源，19伏 6.32 安，一共120瓦功率，对迷你主机来说绝对算一块大功率电源适配器。它要对付的是 AMD 锐刃7 6800H。 我们把小主机取出来，墨绿色的机身在小主机上很少见，挺漂亮啊，真的非常袖珍。机身接口，前面板双 USB 3.2 接口， USB 4接口，耳麦接口，电源开关键。后面板 2.5G 网络接口， USB 3.2 接口， USB 2.0 接口，两个 HDMI 2.0 接口， 19伏电源接口。两个侧面都是进风口，这里是风扇出风口，顶部也是进风口。顶部表面，这是我们已经介绍过的防水抓绒。相对于它的性能，整台机器确实不大。我们要打开后盖，把机器拆开来，卸下4颗螺丝，提拉这个拉手就打开了。这是我们已经很熟悉了的今年 Blink 零克新品特有的背部散热系统。这里可以安装一个 2.5 寸的 SATA SSD， 还有一个背部风扇，以形成双风扇的散热系统。首先把中间下方这个螺丝取下来，再把 SATA 接口这2颗螺丝也取下来，再把右上角这颗螺丝也取下来，最后把左下角这个螺丝取下来。左下角这个螺丝有点长，大家取的时候注意一下。看看内部接口情况，2条 DDR5 4800兆赫兹内存，品牌是英瑞达，1条 PCIe 4.0 NVMe SSD， 我们会测试它的速度的。在 NVMe 下面，这里是一块英特尔的 X200 的 WiFi 6加蓝牙的网卡。好了，再没有其他接口了，我们把它复原装回。这就是我们要测试的 Blink 零克 S126 Pro 6800H 迷你小主机。今天我们先来玩游戏，先来踢足球。1080P 最佳画质，我们采用2倍的抗锯齿，平均150帧以上。我最喜欢的地平线5 1080P 高画质，不使用抗锯齿，普通场景70帧以上，复杂场景60帧，很不错。地平线4 1080P 高画质，右上角可以看帧数，80到90帧，非常爽。
英雄联盟我们直接拿到 4K 中等画质，最后大团战平均80到90帧。原神 1080P 高画质全部拉满，跑起来大概50多帧，可以呀。这就是当前非常优秀的 Radeon 680M 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我喜欢的游戏 1080P 基本都能玩了。它的运行频率是2200兆赫兹，比起 GTR 6的 6900HX 的2400兆赫兹要少一点，但是也是非常不错的。当然，我们也跑了 3D Mark 测试 TimeSpy 图形得分2445，看看这张排名表，画红框的地方是 680M 的平均成绩，我们实际成绩已经超过了表上的第2名。Geekbench 5图形测试 OpenCL 得分32367， Vulkan 得分28189。与其他的超高性能 CPU 的核显对比中， 6800H 接近3台旗舰级别的 6900HX 相差很少。 FileStrike 的记录也放在这里，7007分。接着我们看看 6800H Radeon 680M 核显的视频解码能力。 4K VP9 是的，它最高能硬解本地 4K 60帧 VP9 的视频， CPU 平均占用 2%， GPU Video Codec 0平均占用 85%。 YouTuber 4K 60帧 VP9 视频流畅播放， CPU 平均占用 4%， GPU Video Codec 0平均占用 95%。 Ryzen 7 6800H CPU 是 AMD 标压移动 H 系列 CPU 之中的次旗舰产品。我们要想测试 CPU 的生产力表现，继续使用 Arctime 添加字幕并转码输出 MP4 视频文件。我们用 Ryzen 7 6800H CPU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这里是100%使用 CPU 转码。最后结果是13分52秒，共计832秒。对比一下，其他顶级的 AMD 和英特尔 CPU 基本也在800秒左右，6800H 也要弱于英特尔 i9-12900H。接着我们来进行 CPU 测试 ，CPU Z 多线程 5672.2， 单线程 641.8， 这是我们测试过的 Blink GTR 6 6900HX。它的多线程 5571.5， 单线程 662， 大致和今天测试的 680H 差不多。Geekbench 5多核9353，单核1556。GTR 6的 6900HX 多核9142，单核1637。Cinebench R23 多核11734，单核1546。GTR 6的 6900HX 多核11708，单核1590。 Passmark 多线程 24193，单线程3422。 GTR 6 6900HX 多线程 24052，单线程3534。最后看娱乐大师总分 1120283， CPU 得分 6111304。 GTR 6 6900HX 总分 1182637， CPU 得分 6122434。 从上面的生产力测试和跑分测试来看， SAR6 Pro 的 6800H 在 CPU 性能上和 GTR 6的 6900HX 多核性能相差不大。看来 Blink 林克厂家对 6800H 的调教还是不错的。稳定性是仅次于性能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我们给小主机跑了 3D Mark TimeSpy 的压力测试，以总分 98.0% 的稳定帧率通过了。然后我们打开i大64跑 FPU 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 一开始从45瓦下滑并稳定在38瓦，整机功率64瓦下滑并稳定在56瓦， CPU 频率由一开始的 3.7 GHz 下滑并稳定在 3.5 GHz， 整个过程里温度是缓慢上升到80度。 CPU 功耗38瓦， CPU 频率 3.5 GHz， 一直维持了11分钟。11分钟以后 CPU 开始降频，功耗从38瓦降到了35瓦， CPU 频率也从 3.5 GHz 降到了 3.4 GHz，
温度也降回了78度，这和上次我们测试的 GTR6 6900HX 不能说完全相同，只能说一模一样。S126 Pro 作为商用小主机， TDP 策略设置的确实保守啊。大家如果想看我们后续折腾，请注意 B 站的专栏。PCIe 4.0 NVMe 硬盘测试，这块英瑞达的 PCIe 4.0 NVMe SSD 比 4.0 NVMe 的入门成绩稍好了一点点。我们也测试了 USB 4.0 外接硬盘的读写能力，也不错，是满血的 USB 4.0。我们还测试了小主机的 WiFi 网卡，这次是 Intel AX200 WiFi 6网卡，跑到了767兆 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不错的一类无线性能了。 2.5G 网卡我们也使用了 IPv3 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跑到了 2.37G， 跑满了带宽。这块 2.5G 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Blink S126 Pro 装置了锐刃7 6800H， 在 Windows 下的功耗表现如下： Windows 下待机功耗 8.5 到13瓦， CPU-Z 最高功耗 64.7 瓦， Geekbench 5最高功耗 70.14 瓦， Cinebench R23 最高功耗 66.23 瓦， Passmark 最高功耗 69.72 瓦，娱乐大师最高功耗 71.04 瓦。室温22摄氏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 38.6 度， SSD 待机温度47度。它这里显示有3个温度，我选了最高的这个。我们也测试了本机的散热静音程度，待机的时候30多分贝，几乎听不见声音。游戏的时候50多分贝，你会感觉到噪音的存在。保留节目是我们给锐刃7 6800H 运行 OpenWR 测试。AES 331,078， X220 238,832， Core Mark 356,559。在 Core Mark 成绩上 ，6800H 相比 GTR6 的 6900HX 差了一点点，356000对比367000。Blink 林克 S126 Pro， 它装置了今年 AMD 最火的锐刃7 6800H CPU， 它将是 Blink 林克新一代主流迷你电脑产品。从本身 CPU 性能上 ，6800H 相比 6900HX 差的不多，核显都是 Radeon 680M， 差别就是运行频率少了200兆赫兹，但它们相对上一代的 Vega 8都算是突破性的升级，它也能在 1080p 高画质下畅玩大多数当前的优质游戏，并没有输 GTR6 6900HX 多少。同时，升级到 DDR5 4800兆赫兹的内存，升级到 PCIe 4.0 NVMe SSD， 把 S126 的综合性能拉高了一大截，也为整机的出色发挥打下了基础。USB 4.0 的加入，终于补齐了 Blink 林克迷你电脑家族在接口上唯一的短板，而且 S126 的体积大小保持得非常的优秀，仅仅只有 0.6 升，太小了。它有双风扇散热系统来保证机内温度不会过高，相对于 GTR6， 它在待机时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非常安静。至于缺点， USB 4.0 接口放后面板行不行？因为我没有发现必须把 USB 4.0 放在前面板的使用理由。当然，直接在后面板增加一个 USB 4.0 就更好了。值得大大点赞的是 Blink 林克更新了国内的购买准则，平台无理由退款的时间
从7天延长为30天，用户有长达1个月的时间来体验 BitLink Link 的产品，以决定是否最终购买或者退换。S126 Pro 是一台迷你袖珍、性能不俗而且接口齐全的优秀小主机，值得向大家推荐。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